比特币再次刷新历史纪录，一举突破12.4万大关，而以太币也不甘示弱，强势突破4300美元。这不是普通的上涨，这是一场金融革命的开始。但是大家要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签署了一项可能改变整个美国退休金制度的 401k 行政命令，允许美国人的养老金投资比特币、以太币等虚拟货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数兆美元的资金即将涌入虚拟货币市场。同时，华尔街知名分析师 Tom Lee 更是大胆预测，以太币将成为未来10到15年内最大的宏观交易机会。这些消息加在一起，就像是在虚拟货币市场投下了一颗超级炸弹。今天我会结合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双重分析，告诉大家这波行情背后的真正逻辑。更重要的是，现在还能不能上车，以及最关键的风险控制。如果你想在这波历史性的行情中抓住机会，同时避开高追的陷阱，那么请一定要把这集影片看完，并且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信息。首先，让我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401k。401k 就是美国人的退休金计划，就像我们的强基金一样，美国人每个月会从薪水中扣一部分钱放进 401k 账户，公司也会帮你配对一些钱，这些钱就是你退休后的生活费。这些退休金只能投资很保守的东西，比如政府债券、大公司股票、共同基金等等。但是特朗普刚刚签署了一个新法案，允许 401k 计划投资虚拟货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现在可以用退休金来买比特币、以太币了。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政府突然宣布，所有的养老保险基金都必须配置10%的黄金，你觉得金价会怎么样？不是涨一点点，而是会出现结构性的重新定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投机资金，而是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买盘。现在的 401k 行政命令就是这个道理。美国的 401k 计划总资产超过7兆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比很多国家的 GDP 还要大。即使只有1%的资金配置到虚拟货币，那也是700亿美元。但是重点不是这700亿，而是这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投资典范。虚拟货币从投机工具正式升级为退休金资产，整个市场的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前虚拟货币主要是年轻人在玩，资金来源不稳定，情绪化交易居多。但是现在50岁、60岁的美国人也可以用他们的退休金来买比特币。这些人的投资行为和年轻人完全不同，他们更注重长期价值，更不容易被短期波动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金规模更大、更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不只是一个政策变化，而是整个投资生态的重构。理解了 401k 行政命令的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尔街神算子 Tom Lee 最近发表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他认为以太坊将是未来10到15年内最大的宏观交易机会。注意，他用的是宏观交易机会这个词，不是什么短期炒作或者技术分析，而是从整个经济结构转变的角度来看待以太币。Tom Lee 的逻辑非常清晰，他指出以太坊的长期增长基于2个结构性驱动因素。第一个是 AI 推动的区块链代币经济的创建。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发展只是开始，当 AI 开始在区块链上自主创建经济活动，自动执行智能合约，管理数位资产时，以太坊作为最成熟的智能合约平台，就成了这个新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第二个驱动因素是金融部门向链上结算和资产发行的转变。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在区块链上发行债券，进行跨境支付，管理资产。而以太币凭借其技术优势和生态系统，正在成为这个转变的核心平台。更重要的是 Tom Lee 提到这个转变正在被美国的政策发展所加速，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 401k 行政命令以及其他监管框架的建立，这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政策支持推动机构采用，机构采用又推动技术发展，技术发展再吸引更多政策支持。但是大家要理解 Tom Lee 作为一个专业的宏观分析师，他看的不是明天或者下个月的价格走势，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长期变化。这种宏观视角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投资以太坊不应该用炒股票的心态，而应该用投资基础设施的心态。那2个重大变化串联起来的话，
对我们的投资策略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虚拟货币正在从高风险投机品转变为另类投资资产，这个转变的意义非常重大。以前虚拟货币在投资组合中的地位很尴尬，大部分专业投资者都不敢配置太多，因为风险太高。但是现在连美国政府都认可虚拟货币可以作为退休金资产，这等于是给了虚拟货币一个官方认证。第二，投资时间轴正在拉长。以前炒币的人大多是短线思维，今天买明天卖，追求快速获利。但是当退休金开始进场时，投资时间轴就会拉长到10年、20年，甚至更久。这种长期资金的进入会让整个市场变得更加稳定和成熟。最后，投资逻辑正在从技术分析转向基本面分析。以前炒币主要看 K 线、看技术指标，但是当虚拟货币开始承载真实的经济价值时，基本面分析就变得更加重要。你需要理解这个项目的技术优势、应用场景、竞争地位，而不只是看价格走势。这些变化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投资策略。如果你还在炒币，那你可能会错过这个时代最大的投资机会。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些结构性变化，调整自己的投资逻辑，那么你就有机会在这个新时代中获得超额回报。现在最新的市场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的几率已经超过90%，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么确定？第一，美国7月份的通膨数据显示温和上升，这给了美联储降息的空间。第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表示，近期就业成长疲软，甚至建议美联储应该降息2码，也就是0.5个百分点。但是大家要明白，重点不是降息本身，而是降息对虚拟货币市场的影响。还记得上一次美联储开始降息周期是什么时候吗？那是2020年3月，当时因为疫情爆发，美联储紧急降息到接近零利率。结果呢，比特币从3800美元一路涨到69000美元，涨幅超过1600%。以太币更是从82美元涨到4800多美元，涨幅超过5300%。为什么降息对虚拟货币这么有利？道理很简单，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资金也会往收益率高的地方流。当美联储降息时，银行存款和债券的收益率就会下降，投资者就会寻找更高收益的投资标的，而虚拟货币就成了最佳选择之一。更重要的是，降息通常会导致美元走弱，而比特币和以太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走弱自然就推高了虚拟货币的价格，这就像是一个跷跷板，美元下去，虚拟货币就上来。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次的情况比2020年更加特殊。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只是美国在放水，全球主要央行都在考虑宽松政策，欧洲央行已经开始降息，日本央行虽然刚刚加息，但是市场普遍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宽松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市场流动性，意味着全球都在放水，而这些资金总要找地方去。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的央行都在印钞票，而虚拟货币的总量是固定的，这样就会供需失衡，价格上涨。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被称为数位黄金，因为它具有抗通膨的特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机构投资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前华尔街的大佬们都说比特币是泡沫，但是现在贝莱德推出了比特币 ETF， 富达也推出了以太币 ETF， 摩根大通开始为客户提供虚拟货币服务，连保守的瑞士银行都开始接受虚拟货币存款。这些机构管理的资金动辄数兆美元，他们的进场意味着虚拟货币市场正在从散户主导转向机构主导。而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机构投资者更注重长期价值，不会因为短期波动就恐慌卖出，这个为虚拟货币市场提供了更稳定的支撑。说完了基本面，现在让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分析这波行情。记住，技术分析不是预测未来，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情绪和趋势。首先，让我们看看 K 线图。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比特币刚刚突破了一个小型旗形整理，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持续上涨信号。什么是旗形整理？就像是一面旗子在风中飘扬，价格在上涨过程中会有短暂的横向整理，然后继续向上突破。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突破是伴随着放量的。当我们看到价格突破的同时，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这通常意味着有大量真金白银买入，而并不是寥寥无几的交易额。
其次，让我们看看比特币的成交量，它在突破12万美元的过程中，成交量明显放大，这通常意味着有机构资金在进场。以太币的成交量变化更是令人兴奋，在突破3600美元的时候，成交量创下了近期新高，这说明市场对以太币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都在快速提升。而且我们看到的是买盘明显强于卖盘，但是大家要注意，成交量也有一个重要的警示作用。如果我们看到价格在高位出现巨量，特别是上影线很长的 K 线，那就要小心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有大资金在出货。最后再看看移动平均线，比特币目前的价格远远高于50天移动平均线和200天移动平均线，而且这两条线都呈现向上的趋势。更重要的是，50天线在200天线之上，形成了我们常说的黄金交叉。以太币的移动平均线更是完美，不仅50天线和200天线呈现黄金交叉，而且价格一直在这两条线之上运行，每次回调到50天线附近都会获得强力支撑，这个说明多头趋势非常稳固。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重要的技术分析原则，移动平均线是滞后指标，它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趋势，而不是未来的方向，所以我们要结合其他指标来综合判断。说了这么多分析，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现在这个价位还能进场吗？我们要明确一点，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虚拟货币的风险更是巨大，以现在的价格来说，高追十分危险，随时会跌很多下来。如果你做完功课决定要进场，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这里3个简单的原则可以参考。第一，永远不要借钱投资，虚拟货币波动太大，借钱投资等于是在赌博。第二，设定止损点，我建议在买入价格下方5%到10%设止损，跌破就卖，不要心存侥幸。第三，分散投资，不要把所有钱都压在一个币种上，即使是比特币也不行。最后，心理建设很重要。投资虚拟货币之前，你要做好亏损50%的心理准备。只有这样，当市场真的大跌时，你才不会恐慌。做好风险管理之后，接下来就是选股的问题。在这种顺势上涨的市场中，要赚最多钱，有一个秘诀，就是买强势股。什么是强势股？就是涨得比大盘更多，跌得比大盘更少的股票。比如这几只我有分享过的公司，为什么要选强势股？因为在牛市中，强势股不仅涨得多，而且在市场回调时跌得少，这样你的风险管理就更容易执行。想想看，如果你买的是弱势股，市场一回调就大跌，你的止损很容易被触发。但如果你买的是强势股，即使市场回调，它的跌幅也相对有限。记住，在顺势市场中，风险管理加强势股，这两者结合起来，轻松跑赢大势。比特币和以太币双双创新高，特朗普的401K 行政命令为虚拟货币市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华尔街红人的10年预测更是唱好虚拟货币。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既要保持乐观，也要保持理性。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情绪主导你的投资决策。市场会有起伏，但是只要大家学会寻找强势股，做好风险管理，你的投资绩效会跑赢大势。最后，我们即将推出银式技术分析公益课，会更深入的教你如何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机会，涨跌都赢，而且简单易明，10岁小孩都能学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有兴趣。那今天就到这里，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次见。